就在我和杨景准备结婚的时候，因为彩礼金额闹得分手了。他转头娶了不要彩礼的女人，得意之际被骗光了全部家产，一无所有时，杨景回头求我复合，我却已经和他的上司贺子瑜订了婚。杨景找过来的时候，贺子瑜朝着他晃了晃手里的礼单：“你当初给年年多少，我出10倍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和杨景订婚前夕，他妈因为我的彩礼金额和我妈吵了起来。杨景妈妈李凤兰指着我妈的鼻子大声叫嚷着：“你家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？我儿子可是买了套房子，又经装修的，3万彩礼你们还嫌少？”我妈是个老师，如今被李凤兰气得也拿出了训学生的气势，掐着腰回击：“你家娶不起就不要娶，8万8的彩礼多吗？我给我女儿的陪嫁是20万的车，你买房子房本也没写我女儿的名字，和我家有什么关系？”其实我妈倒也不是在意这几万块钱，原本就是准备把彩礼钱拿给我带着和杨景过日子的。我爸拉住我妈，我妈这才冷静下来。我给杨景递了个颜色，他也上前劝住了李凤兰。一场团圆饭吃得不欢而散。饭后安抚好我妈，我和杨景单独见了一面。年年，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家的情况，我这2年工作才存了一点钱买了房子，我家哪有多余的钱给你8万8的彩礼？况且我姐姐结婚，我家也只要了3万彩礼。你姐姐是未婚先孕，我们可是正常恋爱结婚。杨景听见我这话，脸色沉了下来。那你家把车换成30万的，我愿意出10万娶你。杨景，你在做梦吗？你家要是只给我3万彩礼，我不会带什么陪嫁了。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张口钱闭口钱的，你嫁给我以后，我的还不都是你的？就你妈提我的那个房子，那以后还不是你也要住的？我看着眼前因为争吵耳朵都泛起红晕的杨景，一度觉得陌生。恋爱时我们很少吵架，他凡事都会迁就我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如今到了结婚这一步，却闹成了这样。杨景，彩礼是你家对我的重视程度，我感受不到你和你妈对我有什么诚意。好了，年年，我真的只想娶你。过几天你来我家过年，正好看看新房子，看完再说。和杨景恋爱3年，我也不想因为彩礼的事就这样放弃他，最后还是心软和他和好了。我妈不让我在彩礼的事没谈妥之前再去见杨景，还是在我爸的掩护下，我成功在过年那天跑到了杨景家。杨景从小没有爸爸，是李凤兰一个人拉着他和他姐姐长大的。他以前就和我说过他妈妈不容易，以后结了婚也想和他妈妈住一起，让他妈妈享福。我体谅他的孝顺，早早就同意了这件事，拿了家里的好酒，又买了礼物和水果，到了楼下，我实在提不上去，就喊杨景下楼帮我。杨景倒是没说什么，只是刚出了电梯，隔着门就听到李凤兰在里面和杨俊吐槽：“还没结婚呢，就把你弟弟使唤得不行，城里的女娃都娇气得很。”杨景连忙打着哈哈，让我不要介意。我整理好心情，和李凤兰、杨俊分别打了招呼：“年年来了，快坐下看电视吧。”杨俊招呼我看电视，李凤兰却不干了：“年年啊，以后你和小景结婚，你得让他吃上口热乎饭啊！今年的年夜饭就由你来做吧。”用我妈的话说，我在家是扫把倒了都不扶一下的主。我求助地看向杨景，不想他却说：“年年，你试试呗，现在网上教程那么多，你照着做，
我家人都不挑嘴的，况且以后你也要做的。李凤兰解开围裙，和杨景、杨俊一起看起了电视，留我一个人在厨房，想着来之前杨景嘱咐我的话：年年，今天过年你千万别和我妈起冲突，等彩礼的事定下来，我们就结婚。我以为是彩礼的事，杨景有了退让的想法，就忍了下来。结果这家人远比我想的更过分。到了中午，杨景老家的亲戚陆续登了门，都是空着手来的。李凤兰却热情的不行，拉着每个人参观房子。我儿子买的，气派的不行。凤兰啊，你可有福气了！一大堆人坐在客厅吃瓜子，熊孩子一边跑一边大声叫嚷，吵得我头疼。这就是你们家那个要8.8万彩礼的儿媳妇。一个和李凤兰年纪相仿的女人指了指玻璃门后的我，想是李凤兰把我和杨景的事早就和他家亲戚说了个遍。我看也不怎么样嘛。李凤兰咂巴着嘴回他：我儿子可是研究生，他学历不好，还不会干活，家里还要那么高的彩礼，要不是我儿子喜欢，我真看不上。还是老姐姐你有福气呀，儿子有本事里。我不屑地听着他编排我，费劲地切着菜。杨俊的儿子带着几个小孩从客厅跑到厨房，正撞到我手臂，刀错开力道，我怕伤到孩子，硬生生自己扛住了锋利的一面，顿时手臂渗出大滴的血珠。我还没怎么样，他倒是先哭起来了。妈，嗓音大得惊人，引来了大家。李凤兰最先进来，搂住她哭泣的小外孙：你妈妈不是老师啊，她就是这么教你的，连个孩子也看不上，就你还想要8.8万的彩礼，别以为你上门给我送些小恩惠，我就成了你家的情。我儿子找什么样的找不着。我用纸巾按住胳膊的伤口，手气得颤抖。杨景缩在最后面，没有上前帮我说一句话。这一家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把我认定成那小孩子出气的坏女人。原来杨景根本没有说服他妈妈，他今天只不过是让我来给他妈妈低头的。我妈说的对，我今天就不该来。我看着每次一涉及他妈妈就退缩的杨景，又看向言语侮辱我的李凤兰，这个婚不结也罢。我回头端起我忙碌了一早做的几盘菜，我把做好的鱼扔在了地上，狠狠地踩了一脚，又把炒青菜扬在了李凤兰的脚下。我是来给你家做儿媳妇的，不是来给你做佣人的。你看不到我胳膊被你宝贝外孙子弄伤了吗？最后我低头盯着李凤兰怀里的杨俊家的儿子，还有你个熊孩子，你过来撞的我，你不给我道歉，你还在这哭，看你胖的这样子，过年就别吃饭了吧。年年，杨景这时候终于知道出现了，拉着我的袖子：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李凤兰想是被我驳了面子，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大哭。一众亲戚围着劝他，他得意的样子就好像在和我说：你看杨景是管你还是管我？杨景就这样被他的作闹拦住，放开了拉着我的手：年年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妈年纪大了，你要多体谅。以后，我打断他的话：杨景，我们没有以后了。他没有问我的伤口痛不痛，要不要去医院，也没有在他妈无故责问我的时候，站在我的立场为我说一句话。他开了口，就是要我体谅他的妈妈。以后我不要这样的以后了。从彩礼的事上，我就该有觉悟。这一家人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。杨景是比我学历高，可是我爸妈和我看上的，除了他的光明前途，更多的是他对我的态度。现在我逐渐明白我妈的话，结婚从来都不是两个人的事，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。我捂着胳膊落魄地站在自家门口时，我妈开门就开始指着我抱怨：
我分明看他眼里满是心疼，暗自懊悔自己没有早点醒悟。客厅传来我爸爽朗的笑声，只见我爸旁边端正地坐着一个男人，棱角分明的侧脸埋在阴影里，身材健硕，谈笑间很是英俊好看。年年，过来，这是你贺伯伯的儿子贺子瑜，今年刚回国，我是见过他的。等杨景下班的时候，匆忙瞥见过一眼，听杨景说是空降公司的高管，是他的顶头上司，做事雷厉风行，能力出众。你好，他细长的眼轻轻扫向我，眼神带着疏离。我点头回应，又朝着我爸喊痛：怎么去了一趟男朋友家，搞成这副样子？什么男朋友？我分手了。好啊，那我可要喝酒庆祝一下。爸，我妈拿着药箱出来，要给我包扎，血脂止住了，不想伤口有些发青。我妈怎么也不放心，非要送我去医院。大过年的怎么去呀？家里还有客人呢。我话音刚落，贺子瑜站起了身，我送年年去吧。我妈笑眯眯地说好，我爸连忙客气地说着感谢的话，只有我以为自己幻听了。他刚才叫我什么？我手臂不能弯，看着安全带正发呆。贺子瑜弯腰过来替我扯出了安全带系上，我甚至清楚地看到了他弯弯的睫毛。虽然刚受了一肚子委屈，又分了手，可还是不得不承认他长得真帅。年年，你再这样盯着我，我要吃不消了。你一向这么……什么？你一向这么自来熟吗？他握着方向盘，嘴角扯出笑容。你不记得我了？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后来我去国外读书了，想来有10几年没回来了。听叔叔说你都要结婚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那样小的事，我自然不记得了。结什么婚啊？结婚！我叹着气，开始吐槽自己的事。从医院回来的路上，我反复提及杨景，他才知道我原本要结婚的对象正是他公司的人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感觉贺子瑜的心情变好了。我在家里足足养到了15，每天吃完了睡，睡完了吃，倒是冲淡了和杨景分手的难过心情，伤口也好得差不多了。家里亲戚往来，得知我分手，开始给我介绍男朋友，我不厌其烦地拒绝。正愁着没地方玩，就接到了贺子瑜的电话。他说中午要来接我去新月饭店吃饭。我还在想他这个年纪怎么会喜欢这样古董的饭店，到了以后才知道，原来请客的另有其人。请客的人刚好我也认识，是李凤兰和杨景。贺子瑜把我安排在了他们包房的隔壁，我这里不远不近的，刚好可以听到他们谈话的声音。大过年的，感谢贺总抽出时间，愿意同我和我妈吃个便饭，应该的。杨景，你是我手下最得力的助手。贺子瑜悦耳的声音传来，我这边已经开始上菜了，上的还都是我喜欢吃的菜。拿起手机，贺子瑜的短信已经发过来了：年年，多吃点，听阿姨说你在家憋得无聊，带你出来看个热闹。我边吃边想，这个贺子瑜还真是狡猾。闲聊之际，贺子瑜问起杨景是否结婚，杨景尴尬地笑了笑，被李凤兰抢了话：贺总啊，你不知道，我儿子之前那个女朋友啊，见钱眼看不是什么良配。您身边要是有好女孩，记得想着我们家杨景点。杨景拉住李凤兰：妈，别胡说，贺总也还没有女朋友呢。贺子瑜想是刚放下手里的茶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谁说我没有女朋友？杨景和李凤兰想是都好奇起来，又不敢问。贺子瑜又笑道：他就在隔壁呢，我的小朋友粘人，非要跟着来。我被他一句粘人吓得嘴里的肉吞也不是，吐也不是，噎得我差点背过气。怎么不让贺总的女朋友过来？没有外人，
大家一起吃个便饭。贺子瑜走到隔壁墙边，敲了敲墙：“年年，吃饱了就过来吧。”我这才明白贺子瑜带我来的目的。我吃的差不多了，贺子瑜亲自带我到了隔壁包间。在杨景和李凤兰的疯狂注视下，我安稳地坐在了贺子瑜的旁边。这是我的未婚妻，宋年年。杨景不自然地点头，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，你才和我儿子分手几天啊，就勾搭上他上司了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李凤兰一如既往的冲动，说着就要拿手里的茶扬在我的身上。就在我闭眼回头想躲的瞬间，贺子瑜站起身，挡在了我的面前，一杯滚烫的茶淋在了他的胸前。你是不是疯了，李凤兰？你这是人身攻击！我报警，你信不信？贺子瑜一把将我拉回来，在我耳边轻轻地说：“年年，我没事。”我强行拽着他和我去医院，不想还没走出门口，杨景就追过来道歉：“对不起，贺总，我妈她有些冲动，实则是因为您的未婚妻是我之前的女朋友，我曾和她谈了3年。”贺子瑜打断他的话：“我的未婚妻，我了解她什么样子，我都接受。”李凤兰也跟着跑了出来：“贺总啊，您这样的人物怎么能看上这个疯丫头？你不知道她是个多贪财的人。阿姨也是好心劝你，当心被骗啊！”我刚想反驳，贺子瑜摇了摇头，深情地转过身体，挡住了我的视线。如果是被年年骗，我心甘情愿。我对上他深不见底的眼，虽然知道他是演戏，我的心还是砰砰跳的要蹦出来一般。临走前，贺子瑜亲自结了账。等我们上了他的车，我才想起他胸前烫伤的痕迹。去医院，我凶巴巴的开口：“明明是让你来瞧热闹的，怎么反倒不开心了？”我伸手碰了一下他的伤口，他这才疼得发出闷哼一声。我是痛快了，可是我也不想建立在你的痛苦上。贺子瑜愣住片刻，这才掉头去了医院，上了烫伤药。我这才放心，想着刚才他们2个人要诋毁我的样子，都被贺子瑜一一挡了回去，确实让我的心情舒畅多了。贺子瑜，谢谢你。我爸和你爸是最好的朋友，我和你自然也是。我等着他说完，他却始终没有把这句话说完。因为是为了我的是烫伤，他开始每周缠着我陪他去换药。我多日阴郁的心情彻底好了，倒是每次贺子瑜来接我，我妈都笑眯眯地催我。同我和杨景交往时完全不一样，杨景是我的初恋。我和他相识于学校的辩论赛上，他是研究生组的代表。我对他的印象来自于他的逻辑清晰，话语简练。到我发言的时候，麦克风坏了，他把他的麦克风递给了我。后来他问我的学姐要了我的联系方式，追了我很久。我们刚在一起，他就毕业上班了。恋爱时，我们感情平稳，他对我一向不错。但是也仅仅是停留在精神层面，直到后来我毕业以后，我们开始谈婚论嫁，才有了后面的矛盾和分歧。可见恋爱里还是不能只听对方说什么，更多的是要看对方做了什么。那天在饭店，他后面的话明明是想诋毁我的，我笑自己看清得太晚。他对我好也许很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他原本是不是一个好的人。回想起那一幕，我彻底释怀了。年后，我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，贺子瑜成了我的饭搭子，隔3差5就来接我去吃好吃的。短短半年，我胖了10斤。我成天嚷着减肥，他却念叨着胖点可爱。念着念着，就已经是入夏时分。我发了半年奖，请了贺子瑜吃了一顿，他送我回家。刚到楼下，就看见有个熟悉的身影站在我家小区楼下，是杨景。他靠着路灯，一个人抽着烟。
我和贺子瑜告别，准备下车，他突然抓住我的手，想说什么。我不解地望向他，他又松开了抓住我的手。我指尖一空，他凑近我轻声说：“年年，早点睡。”我看着他埋在夜里的半张脸，努力在克制着什么。贺子瑜，你在这里等着我。他怔住，放开了方向盘，嗓音也变得沙哑。好。和杨景说话时，我满脑子都是贺子瑜沙哑着嗓音和我说好的声音。如果说最开始对他是见色起意，可是这半年来他对我的陪伴和关心，我确实已经到了不能忽视的地步了。年年，你拉黑了我，我打不通你的电话，只能在这里等你。杨景低着头，按灭了手里的烟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就算当初我们突然分手，他都没有再挽留过我一次。后来又发生了贺子瑜的事，我想不通他还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联系我。年年，我听小鱼说，你根本没有谈恋爱，过年时候的事，是不是你故意气我的？他见我没出声，又继续自顾自地说着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。年年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？他提起小鱼，我才想到，他早在春天的时候就已经再婚了。那时候我刚找到工作，请小鱼吃饭，我们先去逛了街，正遇到了在商城买东西的李凤兰。我本不愿意理他，他却拉着我，和我客气起来：“年年啊，我家杨景要结婚了，你可一定要和小鱼一起来呀。”小鱼是我和杨景共同的好友，也是我多年的闺蜜，就连她都看不下去李凤兰的虚伪模样，只想拉着我快走。不过她并不想放过我和小鱼，又自作主张把请帖塞在了我的手里。年年啊，我这个儿媳妇1分钱彩礼也不要。她把彩礼2字咬得极重，那就祝她幸福。我不屑于和她纠缠，匆匆和小鱼离开。收回这段记忆，我重新仔细地打量杨景，他的意气风发全然不见，满脸尽是疲惫。你头婚都没有和我结成，还指着我和你2婚吗？他把头埋得更低。年年，我真的错了。那个女人，她骗光了我的房子，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别人都在嫌我穷，嫌我晦气。说到这里，他竟然掩面哭了起来，又过来想抓我的手，我及时退了一步，反问他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就不嫌弃呢？”他想是被我的话问得懵了。年年，我求你了，杨景，我们早就结束了，你走吧，以后也别来找我。我丢下杨景，回去赶紧去找贺子瑜。我刚找到他的车，发现他已经站在车前等我。等太久了吗？他听见我的声音，注视着我。是啊，等太久了。我刚靠近，他就把我按在了他的车上。我忘记反抗，下意识伸出手抚摸他深邃的眉眼。年年，你让我等太久了。我回应似的搂住了他的腰，他整个身体僵住，又舒展开来。你真是个魔人精。他俯身亲住我的时候，我整个脑子都开始不停地旋转，人也晕乎乎的，站不稳了。直到他终于放开我，我才在他耳边小声说：“贺子瑜，我想结婚。”他假装听不着，偏让我大声一点。我说了3遍，他才笑着说好。后来过了很久，贺先生才和我说，他等我回应的那一刻等了太久。看见杨景找我的时候，他的心都在颤抖，下一刻就要发疯。他再也克制不住自己，也许是儿时的相伴，又或者是视频里的匆匆一瞥。他说起得知我分手的那一天，他开心的一夜没睡时，我笑话他了好久。这个世界果然是圆的，不管他逃到哪里，不管我经历了多少，我们的缘分还是会让我们再次相遇，走到一起。1周后，在同学聚会上，我才清楚了杨景为什么找我的来龙去脉。李凤兰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林玲，
一个聪明漂亮又只为老年人提供咨询的女人，更容易受到老人们的喜爱。李凤兰也是如此。她得知林玲还是单身，在她这里买了上千元的保健品，又把她带回家，显摆起自己家的大房子。林玲很快明白了李凤兰的意思，并且积极配合着她的撮合，频繁地出入着杨景的家。一来二去之下，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。李凤兰催他们结婚时，林玲大方开口，称自己不为钱财，只求幸福，不要一分钱彩礼。李凤兰听到这里，更是风风火火的就忙起了结婚的事，一直夸林玲懂事，甚至还炫耀到了我的面前。结果婚后不久，林玲就以自己事业发展为需求，哄着杨景掏了几万块钱投资。没过多久，竟然真的拿回来几万块钱。李凤兰和杨景也就此认可了林玲的能力，对她的决定不再怀疑。最近一次，杨景甚至把房子都抵押投了进去，也是这次，让杨景和李凤兰彻底失去了一切。林玲跑了，杨景起诉到法院，发现他早就被满世界通缉了。这些年骗婚骗钱，专挑年纪大的人下手。心灰意冷之下，杨景想到了我，这才来求我复合。我冷笑着听完他们的故事，肩膀忽然一暖，贺子瑜就站在我的身后，把他的外套搭在了我的身上。年年，故事听完了吗？听完了。贺子瑜拉着我的手，在一众同学的起哄声中护着我离开。和贺子瑜订婚的那天，我们只请了一下亲朋好友，他站在那里，依旧像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般使我惊艳。年年，我终于要娶到你了。仪式结束后，一个不速之客闯入了宴会厅，杨景匆匆赶来，贺子瑜看见他就立刻将我护在了身后。年年，我只是想问你，你真的想嫁给他吗？贺子瑜不让我出面，只是朝着他晃了晃手里的礼单。你当初给年年多少？我出10倍。杨景整个人一下子沉默了。当初和他谈婚论嫁时，他甚至不肯出8万8的彩礼给我，又哄着我处处忍让他母亲，受尽了委屈。我知道贺子瑜是故意说这句话给他听的，让他明白先放弃我的是他自己，不珍惜我的后果就是有人会更加珍惜我。杨景从那天消失后，再没有来打扰过我了。小鱼说他精神有些不好了，工作也丢了，整日吵着要去南方抓林玲回来。李凤兰更是在乎那个房子，没了住的地方，整日在亲戚家度日。后来亲戚也受不了了，就把他赶走了。他终是没有熬过这个冬天，冻死在了深夜。李凤兰的离开让杨景疯得更加厉害了。他从小顺风顺水，几乎没有什么挫折和困难，加上李凤兰对他的溺爱，心里几乎没有什么抗压能力。我在见到他时，他已经不认人了，在垃圾桶边上捡着垃圾，嘴里嘀咕着林玲和他的大房子。杨俊一家搬去了南方，甚至没有回来参加李凤兰的葬礼。不过这些事都和我没有关系了，和杨景的事仿佛已经过去了很久，仔细算来却也只是1年的光景，一切就都变了。又是一年春节，我翻出了和贺子瑜结婚时的视频，他这个一向不苟言笑的冷冽模样，却在娶我的时候红了眼眶。我妈为我带花时也喜极而泣，我的女儿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我想最幸福的一刻，不过是在父母的祝福下嫁给那个我选择相伴一生的爱人。我正感动得有些落泪，在厨房做饭的贺子瑜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后面，伸着脖子看我慌忙藏在背后的手机，看到视频时又笑着逗我，只把哄得有了笑脸，
才又回到厨房做饭。贺伯伯今年依旧留在国外过年，贺子瑜就在我家做起了倒插门女婿，又是做家务，又是做饭。我爸妈看他满眼都是喜欢，倒是什么都不做的我，被我妈骂了一遍又一遍。我不满地出声：到底谁才是亲生的呀？我妈打了我一下，又去给贺子瑜送去刚洗的樱桃。吃了年夜饭，爸妈先睡了，我和贺子瑜看着联欢晚会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他幽默风趣，即使是春节晚会的节目，也让我看得津津有味。外面烟花声响起的时候，光影灿烂，我偷偷对着烟花许愿，但愿每年的春节都有贺先生相伴。贺子瑜打断我的思绪，强迫我睁开了眼。恰好此时，电视里的春节联欢晚会正在倒数着数字：10、9、8、7。数到1时，我看向坐在一旁的贺子瑜：新年快乐，年年有余。他眼神紧紧粘着我，凑了过来：新年快乐。顿住的片刻，他吻住了我，放开时又轻声在我耳旁说着：年年有余。全剧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嫂子半夜把陌生男人推进我房里，撕扯我的衣服。小希，我看你这么大人了还没男朋友，担心你嫁不出去啊，嫂子就帮你一把。他是你哥厂里烧锅炉的，年纪轻轻1个月就能赚2000呢。你们争取年前把婚礼办了，这样年前收了彩礼，我能跟你哥再买套房。嫂子说完这话，笑眯眯关上门，留我一个人面对摩拳擦掌的陌生男人。小希，他看了一眼被嫂子扯掉半边的睡衣，咽了口水，饿虎扑食一般朝我扑过来。小希，你放心，我会对你好的，我们今天就把这事儿给办了。他边说边扯我的裤子，伸手捂住我的嘴，我怕得浑身发抖。眼看他的手就伸到我的内裤边缘，无论我怎么捶打，他都把我摁在床上。一狠心，我抓起床头拆快递的刀子，狠狠往下一扎，啊的一声，黑夜里发出一声惨叫。爸妈被惊动，打开灯后看到从厨房冲出来，手持菜刀的我，还有捂着肩膀在地上惨叫的男人。小希，怎么回事？你别过来！我拿着菜刀在空中砍了2刀，吓得妈妈一哆嗦，连连退后2步。嫂子睡眼惺忪，不耐烦看着我：卢西，你疯了吧？大半夜你闹什么呢？你还有脸问我？我一五一十说了嫂子把陌生男人推进我房中，这男人还扯我衣裳，欲行不轨的事。我哥听得惊呆了，扯着嫂子的肩膀吼他，问他怎么回事。嫂子听完只是翻了个白眼，双手抱胸站在一旁，吐了一口唾沫。卢西，我要不是你嫂子，我会管你？25、26岁的人，连个男人都没有，一问你就说读书，你这个拖油瓶，20几了还有脸待在家里，我简直看不下去。这是我家，我怎么就不能待了？我歇斯底里吼出声。嫂子哼了一声，丝毫不怕我手中的菜刀，朝我步步逼近。你家？妹妹，我来了，这儿可就不是你家。女孩始终是外姓人，都是要嫁出去的，这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，你现在读书的钱也是我的钱，你敢用我的钱，我就敢把你嫁出去换礼金。我嫂子是镇上的护士，1个月2000，我哥是电力局的电工，因为技术工种，1个月能有8000。我爸妈一直都遗憾家里没有大学生，所以自学生时代起，我就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头悬梁锥刺股的读书，终于考上了南航。从南航毕业后，我又考上复旦的研究生，前段时间的交换生申请还批了下来，下个月就能去慕尼黑做交换生。爸妈和哥哥
都以我为荣，见人就夸我。一来二去，镇上的人都知道街东开超市的老卢一家祖坟风水好，出了个女举人，是我们镇上唯一一个研究生。我嫂子为此一直看我不顺眼。她和我哥结婚当天，刚好撞上校领导给我家送通知书，所有人都知道我考上了南航，都找我借教材贺喜，就连闹洞房的人都没几个。我嫂子脸当场就黑了。自此后，她老在我面前说女生读书没什么用，到头来还不是要嫁得好才行。她嫁得确实挺好，我们一家都把她当宝贝。哥哥出钱走关系，把她调去轻松的科室，每天上班就是填表登记和玩手机。对他那个不成器的弟弟，更是像对自己人，不仅让我给他复读的弟弟1对1补习，更是花钱送他弟弟去学美术，希望能另辟蹊径，起码考上大学。可惜他弟弟天生不是读书的料，复读1年，连大专线都不到，画也是画得一团稀碎，连考都没过。5万块的培训费等于打水漂。我家对此毫无怨言，依旧支持帮扶，还让他弟弟跟着我哥学电工。我嫂子却因此恨上我，觉得是我辅导他弟弟不用心，故意害他弟弟。他就没想过他弟弟倒数第1的成绩，拿什么考985。我哥和他结婚，给了20万彩礼，1分钱不要他带回来。镇上全款的120平3房，1分钱不要他出，更不要他劳心装修，照样加他的名字，还按照他的喜好装修。外人都夸他嫁得好，他却总抱怨我这个小姑子还赖在家里不出门，装修好的婚房也不去住，硬是租出去，和爸妈还有我挤在一起，还美其名曰没地方住，把我从书房赶出去睡客厅。我哥说了好多次都不管用，一怒之下把自己的次卧让出来给我住。他为此又恨我恨得牙根痒痒。前2天听说我拿到了慕尼黑大学的交换生名额，更是酸得像陈酿10年的老醋，开口闭口都是我不赚钱还啃老，年纪还大了嫁不出去。我哥气得大耳刮子要抽他，他一挺肚子，你打呀你打呀，你照这儿打，最好把我打流产。我爸妈心疼孩子，只好劝我忍忍，这委屈我一忍就忍到了今天。嫂子还振振有词，扶起那个被我划破相的陌生男人，嘴里没一句好话。你看看，你把人给划拉的都破相了，你自己做的孽自己负责，我们1分钱都不会帮你赔。陌生男人狞笑看向我，油腻的舔唇，我不要赔钱，我就要她嫁给我，我们家还没大学生呢，你做梦。我哥护着我，嫂子挺着肚子，一巴掌打在我哥脸上。你们家这个拖油瓶还赖在家里，能有什么用？他能赚几个钱？正好他读研的学费不给了，这钱林林总总算下来能有1万多。这钱给我去镇上月子中心，不比花在他身上值。别忘了，我肚子里还有你儿子呢。哥抬起的手又放下，却依旧挡在我身前，不让那个陌生男人靠近我。我爸妈却妥协了。小东，你媳妇说的也有道理，你妹妹一个女孩子读这么多书，还不是1分钱没赚，还不如嫁人的好。是啊，我妈拉了拉我，你嫂子介绍的是你哥厂里的人，人品都过得去，现在赚的少，不代表未来赚不多呀。你听妈一句，要不就试试。我被我妈一句试试气得心口疼，一把甩开她。妈，我是你亲女儿，你知不知道南航本科、复旦研究生、慕尼黑留学是什么概念？是啊妈，放在旧社会，这就是我们家出了个举人，这是祖坟冒烟的好事。听我哥这么说，我妈又迟疑了，看向我嫂子。我嫂子嗤笑一声，
祖坟冒烟，这么多年1分钱没赚，也叫祖坟冒烟。他一挺肚子，卢东，你要是今天还护着这个贱皮子，我就从楼上跳下去。我妈和我爸一看他以死相逼，急坏了，赶忙冲上前抱着他，跪在地上求他不要冲动。他直勾勾盯着我哥，你让不让开？我哥看了我一眼，浑身发抖。良久，他朝旁边挪了一步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陌生男人看着我身上松垮垮的睡衣流口水，不顾脸上流血，搓了搓手扑向我。老子还没尝过研究生是什么滋味呢！咚的一声，大门被人踹开。警察同志，就是这儿，我闺蜜给我发救命短信，有人要强奸她。说话的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姐妹李希。我们2个人因为名字同一个发音，觉得有缘，从小就玩得好。李希亲妈去世的早，后妈对她不好。我上学时经常把自己的文具、早餐分给她，后来她后妈不让她读书，我和她一起勤工俭学供她读书。她读完本科后就参与了工作，运气好，公司上了市。他也因为胃溃疡选择回老家给亲妈迁坟。我俩还是前2天在路上偶然碰上，万万没想到，最危险的时刻救我的不是我的家人，而是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朋友。他看我睡衣松松垮垮的，身上还有被人掐出来的痕迹，怒目圆睁，上前给了躺在地上的陌生男人一脚，恨不得从高跟鞋踹爆他的寸头。我们一家都没想到会闹到报警，嫂子还埋怨地看着我，陪笑对警察解释。他说：“警察同志，这都是误会。我妹和这小子是情侣呢，他们闹矛盾了。”他一挺肚子，瞪了我爸妈一眼。我爸妈浑身一颤，不忍心地看了我一眼，在警察盘问时点了头。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这种家庭纷争闹到强奸，属于夸大案情。警察拉着我要教育，李希气得喊了一句：“屁！什么狗屁情侣，什么狗屁嫂子！我和卢希一条裤子长大的，我能不知道他谈没谈恋爱？你分明在撒谎！”我嫂子明显来了火气，一边摸肚子炫耀，一边甩李希白眼。你有证据吗？他有。我按下手机的播放键，里面是寸头男的欲行不轨，是嫂子承认放陌生男人来我房间的录音。警察唰地看了过去，嫂子脸色发白，尖叫出声：“卢希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在家里你敢录音？你竟然录音！”我冷笑：“现在你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了。是一家人，你怎么拦着不让我读书，还想找陌生男人断了我未来的前程？谁跟你一家人？”我缩在李希怀里，眼泪刷刷的流。证据确凿之下，嫂子李银花因为涉嫌强奸案，和那个叫张强的陌生男人一起被带去了警局。听2个办案女警说，要拘留15天，挺好。15天后，我人已经在慕尼黑了，到时候有奖学金，加上勤工俭学，我也不怕他卡我生活费。等我毕了业，我就和这个家里一刀两断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梦幻般的前程差点被亲妈击碎。一大早，我妈敲锣打鼓叫了一群人，跪在李希住的酒店房间门口，哭着求我放过我嫂子。小希，你放过你嫂子吧，妈求你了。妈知道你和你嫂子关系不好，你不喜欢她，可你嫂子现在怀着你侄子，你不能让她坐牢啊。我妈跪在我面前，哭得声泪俱下，一双膝盖仿若没有骨头跪在地上，甚至要对我磕头。她身后都是家里的亲戚，有男有女，眼神鄙夷，对我小声指点：“哟，这也太不像话了，哪有逼得自己亲妈下跪的？”就是，
一个姑娘家，把家里闹成这样，以后哪家男人会要她？我妈就跪在门前，不顾外人的风言风语。我伸手去拉她，她反而把我死死拽住。妈，求你了！翻来覆去，只有这一句话，总结下来就是让我放过我嫂子。可我嫂子是想毁了我呀！我不懂，难道就因为我嫂子怀孕了，我就必须要受这种委屈？要是平时的小事，我让一让也就罢了，可这些是小事吗？妈，你是知道他做了什么的？我妈脸色一僵。妈，今天邻里亲戚们都在，我不想把家丑捅出来，但我绝不会忍气吞声。我妈见我态度坚决，恼羞成怒，脸上不再见半分委屈的模样。她就像我小时候无数次见到的那般，情绪失控，歇斯底里的尖叫：卢西，我到底哪一点欠了你？你要这么对我？你嫂子现在怀着孕，肚子里还有你的侄子，你怎么一点亲情都不讲？你难道非要看你嫂子惊惧过度，在看守所里流产吗？你非要我孙子一出生就知道他妈坐过牢吗？你怎么就不能盼着点我们家好？你这个讨债鬼！他每多说一句，我心口都像是被针扎。我们家从小就不重男年轻女，哪怕奶奶一直不喜欢我，爸爸妈妈也一直保护我，为我说话。哥哥更是在不懂事的时候拿着刀跟奶奶拼命，说不许欺负我。后来我拼着这口气，头悬梁锥刺股的读书，靠读书改变命运，给全家人争了一口气。妈妈也是见人就夸我，哥哥更是看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合不拢嘴，去厂里也不忘说我有多优秀。可我的优秀，我20多年人生中的平等和自由，终结在妈妈的歇斯底里中。我不是不知道妈妈一直被奶奶言语霸凌和冷暴力，所以她在我小时候歇斯底里的发泄时，我都不反抗。可我没想到，等到我长大了，重男轻女的思想又杀回来了。仅仅只是因为我嫂子怀了孕，她心疼我嫂子肚子里的孙子。妈，我嫂子平时怎么对我的，你不是没看到？你非要把我逼死了，你才开心吗？我嫂子想毁了我的人生，我马上要去慕尼黑做交换生，全公费。你出去问问，谁家有了这样的孩子，不是宝贝的紧，就怕出点意外。我嫂子呢？她是要找人强奸我呀？那你就能看着你嫂子被气到流产吗？妈妈理直气壮的一句话击碎我所有的幻想。我闭上眼，转身走进房间，把门关得震天响。门外，妈妈还在骂我，指着房门骂我不孝。李希看不下去，想出门讲道理，反倒被我妈骂成把我带坏的狐狸精。我就不该让他跟你一起玩，连你爸妈都不要你，你能是什么好人？李希遭了无妄之灾。要不是看在童年时受过我妈恩情的份上，以他那个暴脾气就该动手了。最后是人群中的三舅爷看不下去，他不在乎我嫂子的孩子，他在乎的是我们老卢家最有出息的孩子不能出事。我现在是给整个卢家长面子的女举人，按三舅爷的说法，放在旧社会，那是要敲锣打鼓流水席，四方亲朋全接济。他出生才叫我妈不甘心地离去。当晚我哭到很晚，抱着李希说我没有妈妈了。李希，是不是做女人就要接受这个事实？是不是女人从18岁开始，在家里就算死了？李希久久没说话，只好抱着我一起睡，一边安抚我，一边拍我的背。我晚上做了个梦，梦里是我升学宴那天，妈妈满心满眼都是骄傲，高兴地夸赞我这个争气的女儿。我们家到底还是心疼未出世的孩子。我哥亲自来求我，我哥从小对我最好，他涨红着脸求我出具谅解书。小希，哥知道一切都是你嫂子的错，哥也没觉得他做得对，可他要是流产了，
那孩子多无辜啊！我哥一生倔强好强，木讷却坚持，这是他头一回低声下气地求我。我看在他的面子上答应了，我不能让哥哥为难。嫂子从警察局回来，不仅不反省，依旧还对我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。他见了我，想骂我，被我哥一个眼神瞪了回去。你给我闭嘴！这次是小西大度不计较，别给脸不要。嫂子像是点着的炮仗，又要闹起来。我妈看家里又要闹起来，急得哭。她几乎是下意识看向我，小西，你就给你嫂子服个软，你一个姑娘家，服软又不掉块肉。原来在我妈心里，我永远比不上她未出世的孙子重要。嫂子洋洋得意看着我，时不时还翻2个白眼。卢西，我告诉你，你害我进了一趟局子，今天要是不给我道歉，这事儿没完。你想让我跟你道歉？我哼了一声，拿起包就走。你做梦！嫂子见我想走3步并作2步追到门口，你还敢跑？你给我回来！他哪有我妈说的那么可怜，哪有我妈说的像先兆流产。我看他追我的时候倒是健步如飞。卢西，你知不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？就因为你哥伤了那个人的脸，现在他赖上我了。我奋力甩开他的胳膊，他见状竟是想掐我的脖子，我几乎是条件反射般一巴掌甩了出去。你大半夜的把陌生男人放进我房间，我奋起反抗天经地义，这属于正当防卫。你未经我允许就闯入我的私人空间，我没找你算账，就算是我宽宏大量，至于你和别人之间的矛盾关我什么事？嫂子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叉着腰指着我的鼻尖骂起来，你这个丧尽天良的黑心肠东西，我们是一家人呀！我要是不把你当一家人看，我疯了！我吃力不讨好，给你介绍对象。他开始絮絮叨叨的细数平时我对他有多不尊敬，我又花了家里多少钱，给这个家里添了多少负担。我正惊诧于他怎么从一只母夜叉变成了祥林嫂，抬头一看，原来街上已经聚满了街坊，眼看人越来越多，嫂子哭得越发卖力，不明真相的街里街坊都开始指责我不懂事。那几个平时便看不惯我的街坊更是起哄，这读书有什么用？读到研究生还不是一样不懂事，还高材生呢，天天吃家里的喝家里的，也不知道养活自己。我就说读书没用吧。嫂子见越来越多的街坊邻居都在指责我，一瞬间自觉占了上风，干脆不装，跟我摊牌了。小西，我不管你这个研究生在外面有多风光，但是我们这个家已经供不起你了。我生孩子之后还要钱呢，你看看你一天到晚买新衣服，买化妆品，问你就说你要读书。读书是买新衣服买化妆品吗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花的都是我和你哥的钱？我冷笑一声，刚刚骂我的时候说我们是一家人，现在谈钱就不是了是吧？他脸上一红，恼羞成怒，你给我扯什么歪理？反正我嫁到这个家来了，我就是家里的长媳，一切都应该听我的，家里的钱也都是我的，这房子你也听好了，以后没你的份儿。现在是我好心免费让你住了1个月，以后要是回来住，交钱。他话说得铿锵有力，理直气壮，好像我欠了他钱。我还想分辨些什么，我妈又从屋里追了出来，小西，反正你以后也要读书，也要出去，你就不要再跟你嫂子闹了，你以后也是要嫁人的，不能总惦记娘家的财产，家里的东西都是要留给你侄子的。嫂子见我妈都站在她那边，乐得哈哈大笑。卢西，你听到了吗？连妈都这么说，而且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着想，你以后也少出现在我面前，坏我的心情。
他说完，转身进屋，把我房里的东西全部装进行李箱扔了出来。现在家里不欢迎你了，滚滚滚滚滚！他一连说了5个滚字。我哥追出来不让我走，嫂子便威胁要跳楼。我爸闷声不说话，我妈也开始逼着我哥让我走。小希以后是外姓人，这一句话彻底撕开了我对母女群最后的期盼。行，这样的家我也没必要再待下去。我以为我离他们远一点就远了，是非万万没想到，就算我远离了是非，是非也会主动找上门。这天，我和李希2个人出门买东西，意外看到嫂子和那天被我割伤脸的男人在一起逛街，这可真是奇了怪了。他们都不是有寒暑假的人。李希说有猫腻，拉着我悄悄跟踪。见他们走进镇上唯一的奶茶店，李希赶忙去隔壁买了2顶大遮阳帽和墨镜，拉着我乔装坐在他们身后的卡座。一点小事你都办不好，我不是让你去跟踪那个娘们吗？八面男哼了一声，手重重捶在桌面上。你以为跟踪这会儿人人都能干呢？而且我在厂里还有事做，没有时间每天跟着一个臭娘们。你不跟着她，她真跑德国去了怎么办？嫂子提到，我就咬牙切齿。这个小贱人处处要出风头，压我一头，而且她太聪明了，我怕被她看出点什么。提到这话，八面男有些慌张。你不是说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吗？那得是没有这个臭丫头从中作梗。嫂子激动地吼出声，见整个店里的人都频频向她观望，她才意识到自己失态，赶忙捂住嘴，压低声音：咱们俩的事没有几个人知道，当初我跟你说要好好做措施，你不听，还搞出这么一个拖油瓶，害得我找各种各样的路子骗卢东那个脑子进水了的蠢货。你说他那个人看起来那么单纯，那么好骗，怎么在这种事上这么机灵？我和李希都瞪大了眼，孩子不是我哥的，李银花她出轨了。那头八面男又抱怨起来，你既然知道这个臭丫头聪明，怎么还要我去娶她？要不是听你的话，我也不至于脸上挨一刀。我不管，你小姑子把我脸割伤了，你们家欠我的钱1分钱都别想少，我陪你一个黄花大闺女还不够。嫂子声音明显软了几分。我悄悄从座椅缝隙往那边看，她这会儿用做了美甲的手搭在八面男的手背上，轻轻抓挠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在勾引。强子，咱们俩也认识这么多年了，要不是我妈不同意，我早就嫁给你了。都过去了，你现在还提这些做什么？八面男正要甩开他的手，结果反而被李银花死死握住。他笑得瘆人，还没过去呢。我这段时间悄悄算了一下，我们家资产加起来差不多有100万。等你把那个小贱人娶进门，我就想办法让你也住进我们家来，到时候我们可以暗地里做夫妻，等之后再找个机会。要死这老不死的东西，先继承了遗产，卢东这蠢货还能赚钱，留他一命，只是要委屈你和我暗地做夫妻了。张强听到有钱拿，嘿嘿一笑，行，都听你的。若不是捂住嘴，我差点就尖叫出声。李银花这个贱人是想害了我一家人的命。我慌忙拿出手机拍了好多张照片，趁他们不注意，拉起李希就走。只是走的时候太着急，摔了一跤。剩下这几天，我和李希一直住在酒店。我也想过把这件事告诉我妈，可是想到我妈现在完全被嫂子迷了心神，心里只有那个野种。别说是我，就连我哥在他心中都没有多少分量。人一老就容易糊涂，我妈就是这样，又偏执又糊涂。她认定的嫂子是好人，
会给他生孙子，他眼里就只有孙子。我只能等到了德国之后，再找时机和哥哥私下说这件事。我哥是个老好人，我不能让他吃这种哑巴亏。就在临行的前一天，李希出门采买特产，把我一个人留在酒店。我听到有人敲门，以为是李希回来了，没多心。等我一打开门，面前一个黑影把我扑倒在，不等我反应过来，我的嘴巴被人死死捂住。嫂子挺着肚子在后面指挥：快把他绑起来，扔到床上去。我惊慌失措，毫无章法的挣扎，眼看我要挣脱，嫂子恨铁不成钢地甩了那人一耳光：废物，连一个娘们都控制不住。他拿了花瓶往我头上一砸，砸得我头晕目眩。我认出来了，这个男人是他的弟弟李金斗。见我额头上流下一道血来，李金斗害怕了。姐，他头上在流血啊，这血乎乎的，我不敢。哎呀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这档子事还要我教你啊？把他裤子脱了去办事就行了，到时候他成了没人要的东西，你姐我才好继续接下来的计划。何况他还可以给你玩啊！李银花笑得恶毒，李金斗不敢动。姐，这是强奸呀，是犯法的，怂包！李银花抬手在他头上狠狠一拍：没出息的东西，给你机会你都不会用。他狞笑一声，在我脸上扇了2巴掌，说：手机密码是什么？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那天我就是让他发现了，我手机里留存的是唯一的证据，是唯一能拆穿他真面目的证据。我咬死了不松口。李银花见状，啪啪啪地在我脸上抽打，打得我嘴角出血。小贱人，你说不说？我一口血水喷在他脸上，他气急败坏，抬手把我的手机砸得粉碎。你以为你不说手机密码，我就没办法了是吧？他把我摁在床上，逼着他弟弟脱了我裤子后，烧了滚烫的开水，要往我身下浇。我烫死你这个贱人！眼看冒着热气的开水就要泼在我身上，我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狠狠一弹腿，一脚正好踹在李金斗的脸上。李金斗是家里唯一的男丁，自小娇生惯养，哪里受过这样的苦？他顿时疼得张牙舞爪，手臂挥在了热水壶上，开水瞬间泼了李银花半边胳膊。只听得一声惨叫，我视线模糊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不断地抬腿往外踹。只听得一声闷哼，李银花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，她撕心裂肺的尖叫。等我缓过神时，只来得及看到地上的血水。她抱着肚子，又捂着胳膊，不断嘶吼：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我妈赶到医院后，一巴掌打在我脸上。她也不管我身上受了什么伤，也不管我浑身的青紫，更不管我脸上肉眼可见的伤痕，还有嘴角残留的血迹，对我怒目而视。现在你开心了，你嫂子流产了，我的孙子没有了，你开心了是吧？你开心了。她狰狞的表情像是对待仇人，恨不得把我撕碎。这样的妈妈，我还是头一回见。一旁的李希不管怎么劝都劝不住他，反倒被他一把推开。我哥一脸为难地看着我，却也没上来劝。我爸实在一旁冷冷看着我不断地抽烟。这一家子人没有一个上前来关心我，问我身上的伤到底是怎么来的。他们心中只有流产的李银花，只有他们那个还没出世的孙子，却没有我这个大活人。李银花醒来后还煽风点火：妈，算了，我不想争了。既然小姑子不喜欢我，那我就走。我和东子离婚。我冷笑：离婚？他也舍得？不就是吃准了我们家不会随意离婚吗？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我妈抬手又给了我2个耳光，转头又和和气气地安慰他：说什么胡话呢？什么离婚？不可能！你要是以后看不惯卢西，
你就像我这样打他出气。最重要的是你要养好身子，孩子以后也会有的，别太难过了。妈，他哭得可怜，和我妈抱在一团，又在我看得到的角度瞥见他得意的笑。等笼络好了我妈，他终于露出了真实嘴脸。妈，我这个孩子不能白掉了，你想怎么样？妈都听你的。他一指我，妈，她一个女孩子读那么多书也不重要，早早嫁人才好，而且公费留学的机会很宝贵，不如就给我弟弟金斗吧。不可能，我头一个站出来反对。你以为公费留学生闹着玩的？你弟连大学文凭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去？你住口！我妈直接打断我的话。李银花洋洋得意，我看这婚事啊，还是早点办得好。之前她不是划伤了别人的脸吗？人家说不计较了，只要她嫁过去就行。不可能，怎么不可能？李银花笑得阴险，摸了摸肚子，要赔人家可要赔30万呢。可是我问过医生了，我这一胎留了之后很难再怀上，做试管也得30万。我妈一听这话，直接伸指头戳在我头上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就按你嫂子说的办。我只觉得她不可理喻。妈，你知不知道我读书有多不容易？她却像陷入了某种偏执的状态。不管你有多不容易，都没有我这个孙子不容易。要你嫁人，又不是要你的命。我孙子可是实打实丢了命。在我妈以死相逼的要求下，我被强迫嫁给张强。只不过因为我的户口迁到了上海，户口本遗留在学校，暂时领不了证，我妈便逼着我先办婚礼。李银花看着我身上穿着她穿过的2手婚纱，像是终于出了一口恶气，笑得张扬又放肆。卢西，你以为你有多高贵？你还不是只能用我用过的东西，还研究生呢？你照样只有被我踩在脚下的命。她在我面前耍完威风，像是女主人一样去接待婚宴上的宾客。张强时不时朝我投来淫邪的目光，眼神像是要把我扒光。我一直没反驳，憋着一口气，直到司仪请我上台。当问出我愿不愿意嫁给张强时，我笑了笑，抬头说出3个大字：不愿意。所有人脸上都一僵，没想到我这个新娘子会临时反水。张家人首先不满，你闹什么呢？当初都答应了，现在又不同意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没那么容易。你现在就是我们家的人。我妈更是冲上前，恨不得给我2耳光。她附在我耳边恶狠狠地骂我：讨债鬼，你知不知道我们欠了人家30万？你嫂子生孩子要钱，你必须嫁人，填了这个窟窿。我捏紧拳头推开她，一把抢过司仪的话筒：妈，大哥，在这件事上，你们没有一个人保护我，你们都逼着我嫁人，都觉得我的人生不重要。那行，从今往后，我跟卢家一刀两断。张家人以为我是找理由逃嫁，当下大喊大叫起来：别以为你脱离关系就能逃过去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就是进了我们张家的门，注定是我们张家的人。你爸妈都答应了，你不答应不作数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没有你不同意的份儿，是吗？我给了后台的李希一个眼神，他连上多媒体。大堂的大荧幕上立马出现那天在奶茶店的视频，李银花说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张强就是他姘头，他们妄图毁了我的人生，满足他的个人私欲。我哥那么好脾气的人，当场变了脸色，拿起凳子就往李银花的身上打。我打死你个不要脸的贱人！我妈脸上惨白，瘫坐在地上。怎么会这样？孩子怎么不是我们家的？我爸变得愈发沉默，一根接着一根的在一旁抽烟。张家人见状想耍赖，张强更是想对我动手，要把我拖走。
一阵急促的警笛声响起，接到举报，这里有人买卖人口。我看到警察，慌忙举起手，警察同志，这里有人拐卖。2个女警行动迅速，朝张强扑了过去。张强不断地大声说自己冤枉。我拿出手机，那段录音刚好是张家人逼婚的恶言，铁证如山。张强发了狠，竟是挣脱警察，朝李银花扑了过去。你这个丧门星就是你，害老子就是你的馊主意。我看他们狗咬狗咬得起劲儿，咬出了血，只觉得没意思。李希拉着我的手，和我一起撕掉了碍事的婚纱，一步步朝外面跑。外面还有更精彩的人生在等我。2年后，我在慕尼黑的街头，难得享受小雨 ，offer 拿下了，热拿铁递到我手上，多少驱散了初冬的寒气。李希仰起头靠在我身边，离开了那群糟心的人，你笑的次数都变多了。我和他打趣了几句，小口小口地享受香醇的摩卡。正如他所说，离开了那群糟心的人，我的生活便明亮了不少。李银花因为出轨，最终还是和我哥离婚了。她身上有烫伤，又闹出过这样的丑事，根本嫁不出去。她家里人嫌她麻烦，正如当初逼婚我的那样，把她嫁给了山沟沟的老光棍。她可没有我这么好运气，有李希这么好的朋友，叫来警察，听说过得很惨。张强锒铛入狱，一家子人都逃不开罚款。听说他这件事闹得很大，监狱里的囚犯都知道，因为看不惯他的作为，不知是谁出手打断了他的腿。那是在深夜，直到第2天，张强才被人发现，腿已经来不及接上了，只能截肢。我哥后来又娶了媳妇，止步。正常人家听说过我们家那点烂事儿，都不愿意把女儿嫁过来。我哥最后和厂里的技术工刘寡妇搭伙过日子。刘寡妇人爽利，做事也蛮力，和我哥性格倒是很互补。只是我妈一直看不起他寡妇的身份。我哥因为错失过我这个妹妹，不想再失去其他家人，更不想因为所谓的孝顺重蹈覆辙，和我妈大吵一架。最后分家过日子，把刘寡妇的儿子当他儿子养，现在日子也过得红火，时不时还会给我发短信，问我缺不缺钱。我从来没收过他的钱，他却一直往我银行卡上打。他说对不起我，这句对不起，我却没有从我妈口中听到。不过我也不奢望这份亲情了。我替李希收拢了围巾，好姐妹，今天去唐人街吃火锅，我请客。他打趣我，说我这不锈钢的公鸡都拔毛了。我和他在大街上闹作一团，我有属于我自己的，关心我的家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